灵魂如何选择宿命主线？本源意识为什么要驱赶着灵体们反复经历呢？你的冤家很可能是你的助缘人。什么灵魂会选择开放性副本？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究上面这几个问题，继续带你深入了解宿命的形成。屏幕前的你可以边看边对照自己，说不定能对一些之前的疑惑瞬间了悟。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灵魂如何选宿命主线？在选择剧本与角色时，一般都会调用已有现成的历史故事作为剧情蓝本，因为使用这些题材鲜明、现成清晰的史实时，会获得的觉知经历和可能性变数都是可控的，是被无数灵魂使用过的成熟的科目，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灵魂课业的各方面体验需求。比如《西游记》中的5个角色，《红楼梦》中的一众姐妹，《水浒》里的爷们儿们，《三国》里的诸侯。你可明确地知道给自己的孩子看哪本书哪个桥段后，他的认知会有哪些领域的发展，获得怎样的经验。当然，在进入故事后是否要忠于原著，就要看灵魂选择了怎样的副本。单人的随便你怎么篡改，反正自己的梦自己说了算，小群体的就要商量着来。你演唐僧的就不好去勾搭林妹妹，然后被李逵打一顿。如果是多人副本，基本上撑死了大家恶搞来个戏说，但也不能太离谱，弄个贾宝玉追寻蒙娜丽莎，结果朱丽叶7个半死与林妹妹成了啦。当然也有只借助某一个大时代背景全然架空的故事，几个灵魂自编自演，很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内在失衡的相互关系与内在需求。有了剧本就需要舞台，灵界是很环保的，搞了一套频率频段空间分割套叠的程序，让同一个背景空间可以同时被不同的剧组利用着，这就是9重套叠空间体系。一套背景数个实像，剧组都可以使用，还相互不冲突。同一片场地，不同的道具背景可以同时使用，也相互不冲突。这就形成了平行世界体系，它们彼此相互套叠在一起，以意识频率划分开。平行世界分3种，时间横向平行与纵向平行，加上频率垂直平行，即与过往和未来平行，与其他可能性平行，与其他意识频率平行。同一个物理坐标点上是9套平行世界体系在同时运作着，这就是好多通灵的人说我们活在矩阵中的原因。时空在人类的眼里就好像是这无数房间组成的大楼，而在灵体眼中不过是一粒随念翻转的魔方。而能量意识威力就在这寸许大的虚拟空间里构建出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一切和1米开外的所有景物。意识在生成物象的时候很会节省算力，你可以碰触到的东西优先生成虚幻实体，随着你的所谓移动生成1米范围的东西，1米外的都是有景深感的投影，压根儿不用去生成它们。而你感官外的一切在你抵达前就是虚无。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否是生活在虚幻中被意识生成的虚拟角色呢？如果是真实的世界，电子正向右旋时，观察者看到镜子中的电子应该镜像出正向左旋的结果。而在程序中，你会发现镜子中的电子还是正向右旋，那就证明你生活在程序里，这是意识提给的信息，笔者无力验证。你在虚在实，其实并无意义，都是攻克的教室而已。虚实总是相对的，不断转换的，完全虚构出来的剧本。灵体们可以说活久成精，见多识广。当一些认知卡顿的小我灵魂有具体某面向的平衡需要时，他们可以依托某一历史框架生成一个全新的故事脚本，整个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都套用成熟的历史记录，而故事中涉及到的角色们被揉入那个时代背景下演绎自己的故事冲突，借助那个时代的人文与社会环境，让故事的冲突合理地展现出来，即让他们投身入特殊历史时期中的特定大环境下，去经历人文意识的扭曲。
因为灵魂渴望无漏的认知，所以所有的可能性都要被充分的探索。本源意识本自具足，为什么要如此地经营着虚空体系，驱赶着灵体们反复经历呢？第一，不可满，必须不断地产生流动性来盘活生命的状态。第二，逻辑外的未知，能想到的与不能想到的或许都实验过了，或许还没有。成功后面的再坚持还是成功吗？失败后面的再坚持依旧是失败吗？物极必反的极致在哪里呢？万事都是众缘和合之妙用，那不同的随机变量在相同的事情上可以达成多少种可能性与之后的分野呢？这些又能导引出什么意想不到呢？第三，同一件事，相同的流程与结果，每个意识感受到的、观察关注的点和领悟到的全然不同。重复同一件事情或生命历程，哪怕同一个意识在不同的意识成熟度中，各个时期感受与感悟也截然不同。所谓的重复，其实从未有过重复。第四，本源进化使用的是无尽随机穷举计算方式，无脑又高效地再达成无为而治。混沌是保持鲜活的平衡状态最好的策略。第五，能量的耗散是必然，而补充的方式靠激荡的自发性做工，赋予每一个意识威力足够的内在能动性，让其在寻找自我达成的过程中自发地去相互激发、激荡起来，然后最终还甘之若饴地主动回归涅槃，把一切交托出来。第六，本源个体只是更大实相中的一个独立意识威力，其承载着与我们没有本质差别的宿命基础后台潜意识驱动程序。只是我已经没有资格访问虚空之外的更大意识单位的意识，无从得知差异性，但共性肯定是一直全息投影下来的。助缘人，灵魂除了当男女一号外，还可以关注与加入到别人开启的某一剧情中，出演其中的某一个角色，成为助缘人，专门负责给主角当闺蜜出主意，当死敌演坏蛋，当冤家或害人，当病残的孩子成为拖累。这样的角色需要一定的灵魂等级才能出演，纯属善意的去帮忙彰显戏剧冲突性，自己还不能因为这样的演绎把自己的意识频率拉下去。什么灵魂会选择开放性副本？中老年的多数灵魂偏好进入时代的大戏里，在未知的混沌中会随机地去感受生活的未知，这样的经历充满挑战与难度，当然也带来惊喜和惊吓。开放性剧本与单人或局域性剧本的差别就好像即兴演出与一个人看录像带或几个朋友按剧本排练校园话剧的差别。一些意识等级近似的灵魂们，在几次合作后会形成一个暂时固定的小团队，共同进出同一个故事脚本，成为彼此的家人、贵人、仇人。如此轮回羁绊很多次，相互交换着角色与立场，形成交叉视角，对同一件事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体验和认知。极少数情况下，有灵魂会选择单人副本。全世界中只有自己一个，其他亿万众生都是历史中的真实背景影像资料，立体宏观地复现出当年的景象，其真实度与原来发生时毫无差别。体验者可以与任何人形成互动，系统及时生成合理的对话，灵魂借此可以反复地历经与修改其中的故事现成的选择方向，直到通透地理解了不同认知与选择带来的人生感悟。虽然所见之人都是 NPC， 但相互互动毫无问题。因退缩而选择逃避，导致自杀身亡的灵魂意识就会被直接牵引回出生的那一刻，从头再次经历这一生。当然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一切犹如全新的一般。如果又选择了自杀，没关系，再来一次或再来千百次。系统会用这种形式来磨练逃兵，直到他可以坦然面对人生的艰辛、自己的责任，走完自己一生的宿命。历史剧
之前我多次提到了历史，生命的历程普遍套用历史题材中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关系。需要注意的是，我说的不是人生，因为第一人称主角的选择性要远大于你能想象的极限。基本上对于灵来说，万物是一体而平等的，各自有其精彩之处。历史真的真实发生过吗？什么是历史？这要看你怎么来定义这个名词了。对于人类线性时间单向匀速的认知，历史就是你刚结束的那一次呼吸之前的一切，而在灵的视角看，就是意识的聚焦扫过的地方。我们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天真地挖掘着所谓的历史真相，渴望以史为镜，找到一个可供参考的人文周期、生态周期。或许经过这几期的介绍，你已经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了，历史是多元的、随机的、可变的，与所谓的缥缈之未来无本质差异。不同频率的相同世界，不同选择的相同世界，不同人物出演的相同故事，都会导致每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个点滴细节都呈现出复杂的波函数状态。由所有未坍缩变量组成的所谓历史，真的是历史吗？它或许晚于你当下发生，或许正在发生，或许又一次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所有的可能性都会一再地被尝试和改写，但是确实有历史，那些因为被灵魂观察过的实相，它们在被观察的过程中确实坍缩过，成为了一系列被确认后的唯一之串联。观察者按照自己的自由意识和宿命轨迹，把一连串独立的在不同频率维度中的不同可能性里的某一帧串联成一个固定的、有次序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又被灵界的阿卡西完整而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角色与这角色所处的年代故事，有多少个灵魂意识演绎过它，它就有多少个历史版本。那哪个是历史呢？后代的灵魂可以从过往的版本中挑选一个自己最欣赏的去经历，作为自己的关注主线，但是在自己演绎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分支节点上，难免又有属于自己的崭新演绎，激发出全然不同的有一个崭新版本的历史故事，并被阿卡西记录下来，供其他灵魂参考。8个版本的《鹿鼎记》，哪个故事是历史呢？都是，都不是。哪个演员是小宝呢？都是，都不是。他们都成为了历史，还会有更新的版本出现。人物角色、历史朝代、故事大纲都一样，又都不一样。这就是宿命与自由意识的平衡。在哭哭笑笑中，他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在同一个时间上有好几个他同时存在着，都在同时演绎着那一生，又都早就结束了那演绎。热闹过后，或许留下了启迪与思考，或许只是度过了愉悦的时光。每个人都在询问着意义，好像一切都要有个意义，才值得去投入的生活。这样的想法本身就是精致的买卖，在意的还是隐藏的得失心。说白了，就是划算才干。看似高大上的哲学思考，其实就是充满了算计的市井小贩简单的讨价还价。在一个戏里套着戏，角色扮演着角色的层层大梦中，说着一时一事一地一方一为的意义，在精妙高深，也是痴人梦话的呢喃而已。就好像你隔着荧幕看着小宝坐拥妻房姨娘，金山银山，贵为侯爷，身为驸马，一本正经地大谈人生意义和生命哲学。作为观众的高我也就无奈地笑笑，然后默默地祝福孩子开心就好。而一旁负责拍摄的导演摇头，什么都好，就是太容易入戏。何谓真实？如何定义真实？所有的事情都发生过，都真实的发生过，各种版本也都在发生着。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虚假呢？每次的开始、进行与完结都是同步的，不同的灵魂进入演绎，并留下了不同的版本，哪个版本都不真实，又都真实。我们的宇宙是意识体们思想的产物，
那些无量的平行宇宙也是。数亿万个地球同时存在着，有的人类早已自我毁灭，有的恐龙还在统治着世界，有的早就进化成高等生命体，哪个是真实的呢？谁的历史与现在是标准答案呢？在主观与客观的世界中，思想世界是两者的桥梁，思想连接起两个虚幻，而每一边都把思想当成虚幻。是的，总是有第一次，开创先河者、拓展者，就好像某一物品被第一次发明了出来，之后就是不断的复制与再创新。好像每年的新品手机都是创新，也都是重复，它们都是手机而已，它们又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不同。看到这里，希望点赞、评论、转发，以便帮助到更多有缘人。第25期结束，谢谢观看。